2019年，美国硅谷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高管杰森·威尔逊，在一次重要的产品发布会上突然晕倒。当时，他正在台上激情洋溢地介绍公司最新研发的智能设备，话音未落，便面色苍白地倒在了舞台中央。医生诊断他是严重的过劳症，需要立即住院休养。这位年仅38岁的精英，过去3年里几乎没有休过一天假，即使周末也在处理工作邮件。他的休息方式是在沙发上刷社交媒体、玩手机游戏，或者熬夜追剧。我以为我在休息，杰森躺在病床上对前来探望的同事说，但实际上，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消耗自己。这个故事并非个例，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，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越休息越累的怪圈。美国杜克大学曾做过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，询问人们是否能得到充分休息。在收集的18,000份回复中，高达70%的人表示他们常年处于疲惫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多数人对休息有着根本性的误解。清华大学教授吴军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休息的本质就是从外界获得信息和能量。这句话道出了休息的真谛。休息不是简单的不做事，而是一种有目的的能量补充。当我们工作一整天后，身体和大脑都处于能量亏损状态，这时真正有效的休息应该是针对性地补充我们所缺失的东西。如果你整天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对电脑屏幕，那么下班后继续盯着手机屏幕显然不是有效休息。如果你的工作需要高度专注和思考，那么用碎片化的娱乐内容填满休息时间只会让大脑更加疲惫。休息时过度娱乐仍是对人的极大消耗，只有在自律式的休息中补充能量，才能彻底放松身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度假回来反而更累，而有些人即使工作繁忙，却始终精力充沛。社会学上有个著名的奶头乐理论，最早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尔·波兹曼提出。这个理论认为，想要废掉一个人，就像喂婴儿奶嘴一样，时刻提供娱乐就行了。当人们沉迷于肤浅的快乐时，就会丧失思考能力和行动力。放纵式的休息本质上就是用奶头乐持续消耗人的精力，它们提供及时的多巴胺奖励，让人产生短暂的愉悦感，却无法真正恢复能量。著名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曾分享过一个典型案例，一位备考研究生的年轻人因为学习压力太大，决定休息几天。他原本计划是补2天觉，然后去户外旅行放松一下，再回家陪陪父母。看似合理的休息计划，却在出发前因为一款网络游戏而彻底改变。这位年轻人一旦接触到游戏，便立刻沉迷其中，将旅行、回家和考研复习全部抛在脑后。他日夜颠倒地玩游戏，直到熬夜熬得心慌气短，才不得不停下。更糟糕的是，当他想重新开始复习时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睡不着了。最终，他因为严重的失眠症找到了李松蔚寻求帮助。李松蔚无法提供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，只能建议他先慢慢戒掉网络游戏，恢复正常的作息规律。这个案例揭示了低级休息的可怕之处，它打着休息的幌子，实际上却像一个无底洞，不断吞噬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，让我们像苦力工人那样永远不能真正停下来。英国著名作家约翰·
卢伯克在创作《人生的意义》一书时，也曾中途休息了几个月。那段时间，他在阁楼上搭建了一个棋牌室，经常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打牌。起初只是偶尔玩玩，后来却越发上瘾，只要不是困得睁不开眼，就一直通宵达旦地玩。不仅打牌，还伴随着酒精、烟草和喧闹的笑声。结果仅仅2周后，约翰就彻底累倒在牌桌前，不得不去疗养院静养。后来他在书中感慨道：闲暇是最美好的福祉，而虚度则是最恶毒的祸端。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。忙碌一天后，回到家便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，几个小时后眼睛酸涩，头脑发胀，只觉得比工作还要疲惫。好不容易等到周末，又熬夜追剧看电影，结果2天下来，精神状态比上班时还要糟糕。心理学家马丁·塞里格曼在研究幸福感时发现，那些提供即时满足的活动，如刷社交媒体、玩手机游戏，虽然能带来短暂的愉悦感，但长期来看反而会降低整体幸福感。这是因为这些活动不仅无法帮助我们恢复能量，还会进一步消耗我们的注意力和意志力。休息的原则中有一句话：急迫、透不过气和及时满足，只会让人越休息越累。作息上随心所欲，娱乐上不加节制，人终将被低级休息累垮。与低级休息相对的是高级休息，一种需要自律和智慧的休息方式。科学休息法中有个刻意休息的概念，意思是休息不应该是盲目的，而应该具有主动性，主动寻找健康的方式让身心平静下来。这种休息方式虽然看似不那么轻松，却能真正帮助我们恢复能量。英国著名学者布里顿·强斯就是高级休息的典范。他一生发表过500多篇学术论文，注册专利200多项，直到退休后仍四处演讲、著书立说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。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布里顿疲惫的样子，他总是神采奕奕，精力充沛。有人忍不住好奇地问他：您怎么能保持这样的精力和活力？布里顿笑着回答：我的秘诀就在于怎么休息。年轻时，布里顿无论工作多忙，每到周末都会坚持运动。他会和朋友一起去海上进行帆船比赛，或者在球场上踢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。中年以后，他开始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进行户外活动，要么早起爬山，要么晚间散步，从不懈怠。这些活动看似辛苦乏味，却能很好地缓解疲惫，清醒头脑，因为它们恰恰是对日常工作中缺失部分的补充。从室内到户外，从静态到动态，从脑力劳动到体力活动。美国成功学大师卡耐基曾说，休息并不是绝对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人的休息其实是对身体上某些损失的弥补。这再次印证了休息的本质是缺什么补什么这一核心理念。就像对整天坐在格子间的白领来说，最好的放松不是躺着看剧，而是去户外活动。对容易焦虑的人来说，安安静静地看书学习，反而比玩手机更解压。生活中越是节奏快、压力大，我们越要寻求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。著名外科医生威廉·潘菲尔德在刚参加工作时，常常在休息时间给母亲写信，每写完一封，他都感觉身心愉悦，精力倍增。后来，
他养成了每天早起写作1小时，临睡前阅读报纸和小说的习惯。同事们原以为这样的作息会让他更加疲惫，但结果恰恰相反，潘菲尔德的精气神越来越好。他解释说，沉浸式的做一件事会让人摆脱烦躁与焦虑，而这一点离不开一个人对惰性的克制。关于如何休息，心理学家米哈里·契克森米哈伊提出了深层游戏的概念。比起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，自律式的休整就是一种深层游戏，那种对生活的掌控感，对自我的约束力，能够很好地将人从疲惫中解救出来。而能玩转深层游戏的人，往往都是自控的高手。观察那些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，我们会发现他们对休息有着共同的理解和实践。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绝不在疲惫的时候接触手机和玩游戏，他每年都会安排思考周，独自一人在森林小屋中阅读和思考，远离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的干扰。这种看似无聊的休息方式，却是他获取灵感和恢复精力的重要途径。苹果公司已故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曾说，人在30岁前必须掌握科学的休息方式。他本人就非常注重冥想和散步，认为这些简单的活动能够帮助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创造力。奥马哈先知查理·芒格则认为，最好的休息是读书学习，掌握新知识。在他看来，获取新知识不仅能够拓展思维，还能让大脑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运转，从而摆脱工作中的疲惫感。这些佼佼者各有成就，但却有一点相似，从不在休息时放纵自己。他们深知，真正的休息不是放纵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能量补充和自我更新。日本著名心理学家久和古亮博士接触过不少世界级精英，他从这群人身上总结出了一套高效休息法。以下是其中2个简单易操作的方法，可以帮助我们迅速恢复能量。大部分人的疲惫感并非来自体力不支，而是一种心累，而心累的根源在于大脑中存在一种预设模式网络，即使你什么也不做，大脑仍会自动运作，就像汽车挂空挡一样。如果再有碎片化信息刺激，人的思绪会像闹猴子一般上蹿下跳，无法安宁。这时，你需要主动屏蔽干扰，每天拿出时间来静坐，关掉电脑，放下手机，闭目养神。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骤然安静了下来。哪怕只用10分钟正念练习，专注呼吸，你都将得到充分的放松。美国神经科学家理查德·戴维森的研究表明，每天10分钟的正念冥想可以显著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，增强免疫系统功能，并改善情绪状态。这种简单的练习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它帮助我们从不断运转的思维中抽离出来，给大脑一个真正的休息机会。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显示，每周5天，每天15分钟的慢跑者，比久坐不动的人生病率少1半，也不容易感到疲惫。这是因为适度的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氧气和营养物质的供应，同时释放内啡肽等快乐激素，自然而然地提升精力水平。人生是漫长的马拉松，只有在休息时坚持锻炼，才能随时起步，持续奔跑。正如美国运动生理学家约翰·拉特所说，运动不是消耗能量，而是创造能量。不管是静坐沉思、探索心智，
还是运动赋能，强健体魄？高级休息都需要刻意练习。毕竟，生活中所有的美好都只能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。泰国著名禅师睡意行曾在全球掀起过偷懒日活动。在这一天，他要求参与者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，而是步行、冥想、读书、写信，或者什么都不做。不少参加活动的人在最初还是忍不住拿起手机，打开电视，但当他们逼自己停下娱乐，缓慢进入身心宁静的状态后，很快就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。这种体验让他们意识到，真正的休息不是被动地接受娱乐刺激，而是主动地寻求内心的平静。美国心理学家凯利·麦格尼格尔在《意志力》一书中指出，我们常常误以为放松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比如刷社交媒体、看电视剧。但研究表明，这些活动往往会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，让我们上瘾，而不是放松。真正能让我们恢复精力的活动，反而是那些需要一定意志力才能开始的事情，如运动、阅读、冥想等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度假回来后感到更加疲惫，他们的假期充满了被动娱乐，而非真正的休息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在假期中安排了适量运动、阅读或创造性活动的人，往往能够带着满满的能量回到工作中。如何将高级休息的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？以下是几个实用的建议。一、识别你的能量漏洞。首先，观察并记录一天中你感到最疲惫的时刻以及原因。是长时间盯着屏幕导致的眼睛疲劳？是持续的会议让你精神紧张？还是缺乏身体活动让你感到僵硬和乏力？识别这些能量漏洞后，你就能有针对性地设计休息方式。如果是眼睛疲劳，可以尝试20-20-20法则，每20分钟看20英尺约6米外的物体20秒钟。如果是精神紧张，可以尝试短暂的冥想或深呼吸。如果是缺乏活动，可以安排简短的伸展或步行。二、建立休息仪式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仪式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转换状态。你可以为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休息仪式，比如工作结束后泡一杯茶，静静地品尝，或者每天下班回家前在公园散步15分钟，让身心从工作状态过渡到休息状态。这些仪式不需要复杂或耗时，关键是它们能够成为一种信号，告诉你的大脑，现在是休息时间了。三、尝试对立休息法。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，你可以尝试与日常工作完全相反的活动来休息。如果你的工作需要大量思考和决策，那么休息时可以选择不需要思考的体力活动。如果你的工作涉及大量社交和沟通，那么独处和安静可能是更好的休息方式。这种对立休息法能够平衡我们使用过度的能力，让身心得到全面的恢复。四、定期进行数字排毒。现代人的疲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数字设备的过度使用。定期进行数字排毒，完全远离手机、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，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连接真实世界，恢复注意力和创造力。你可以从每周一个无屏幕之夜开始，逐渐延长到整个周末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尝试阅读纸质书籍、户外活动、手工艺或与亲友面对面交流。五、培养深度休闲活动。社会学家罗伯特·斯蒂宾斯提出了深度休闲的概念，
指那些需要技能、承诺和努力的休闲活动，如园艺、绘画、音乐、写作等。这些活动虽然需要投入，但能带来持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，远胜于被动消费性的娱乐。选择一两项你感兴趣的深度休闲活动，定期投入时间和精力。随着技能的提升，你会发现这些活动不仅是休息，还成为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幸福感的来源。从低级休息转向高级休息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。以下是一些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应对策略。戒断症状。当我们习惯了低级休息的及时满足后，高级休息一开始可能感觉不够刺激或不够放松，这类似于戒断症状，是正常的。坚持几周后，你会发现高级休息带来的满足感和能量恢复效果远胜于低级休息。社交压力。朋友可能会邀请你参加那些属于低级休息的活动，如通宵打游戏或刷剧。学会友善但坚定的拒绝，或者提出替代方案，如一起运动、烹饪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。环境干扰。现代生活充满了诱惑和干扰，从推送通知到无处不在的屏幕。创造一个支持高级休息的环境至关重要，如在家中设立无电子设备区域，或使用应用程序限制屏幕时间。内疚感。有些人可能会对不工作或不做事感到内疚，认为休息是浪费时间。记住，高质量的休息不是奢侈品，而是高效工作和健康生活的必要条件。正如研究表明，适当的休息实际上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。人只有摆脱低级休息，才能实现对生活的真正休整。思绪杂乱，那就独处静坐，安静一下。焦虑难安，那就去运动释放压力。生活很累，我们都要学会用高级休息术善待自己。正如美国诗人亨利·大卫·梭罗所说，我们忙碌的生活是为了能够悠闲的生活，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真正的休息，那么忙碌就失去了意义。休息不是简单的停止活动，而是一门需要学习和实践的艺术。它需要我们了解自己的需求，有意识地选择那些能够真正恢复能量的活动，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实践。当我们掌握了高级休息的艺术，我们不仅能够更有效地工作，还能够更充分地享受生活。因为真正的休息，不仅仅是为了工作更好，更是为了活得更好。记住，成为生活的主人，而非疲惫的奴隶。我是高维认知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